你认不认罪？我认罪。肃静。由于案情严重，第二被告虽然认罪，但是仍然需要开庭审讯。本案将会转接高院候审，两个被告不准保释，还押牢房看管。退庭。好。山本，大哥，山本，你没做过，不要乱说。家里需要你撑下去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呀你？奥斯卡，照顾阿姨，照顾茵茵。山本，大哥，大嫂，我们回去再商量。我以为你不会见我。我已经见过2个检控官，不差再见1个。你知道我不是以检控官的身份来见你，在你心目中，我除了是一个检控官之外，还是什么？要是我在你心目中还有一点位置的话，我希望你让我说完我要说的话。你以为你这么做能够救小布丽娜吗？所有环境和证供都对她很不利，在控方心目中，她是最大嫌疑，他们一定会集中火力定她的罪。就算你怎么做伪证、混淆视听都没有用。你是案发第一个到现场，只有你才知道他生命有没有受过威胁，只有你才知道当时他的情绪是不是已经失控。如果你想帮他，你一定要把事实说出来，做他的目击证人。你应该叫他的辩方律师帮他打误杀，或者是自卫杀人，而不是把所有罪名扛下来。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听我说，转做控方证人，争取豁免起诉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你会害死你自己，而且同样救不了 Sabrina， 你明白吗？我真的不想你有事。我们刚刚才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，你不要放弃自己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们不会有将来。这段感情你跟我都有付出，不是你一个人说断就断的。我很爱你，我从来没有后悔。也许是我们没缘。善本，保重。下午5点钟左右，被告桂立福跟本案的死者熊百涛通过电话，然后被告就带了一瓶工业用的金水去案发现场的游艇。金水的化学成分含有高浓度的氰化物，毒性足以令人死亡。根据被告给警方的笔录，被告是因为不堪死者纠缠相逼，于是把金水倒进一瓶红酒里面，企图给死者喝下。但是接着又不忍心下手，结果是死者自己不在意的时候拿来喝掉。没多久，死者就开始毒发。在这个时候，现在已经转做控方证人的丁善本赶到现场，他目击死者毒发身亡。很明显，被告从工厂拿金水前往凶案现场，并在酒里下毒。他的动机就是蓄意谋杀。我们在鼎丰工厂的闭路电视录影带里面看到，被告的确在凶案发生之前拿了金水离开工厂。照这么说，被告是从工厂拿走金水，然后到凶案现场谋杀熊百涛。是。反对。没错，录影带可以证实我当事人拿走金水，不过这是一个行为，不可以当做一个结论。根本没证据显示拿走金水等于谋杀，因为里面那么多工人拿走那么多瓶金水，难道全是杀人凶手？辩方律师已经表达你自己的看法。请问，在现场发现的金水跟被告在工厂拿走的是不是同一瓶？经过化验，证实是同一瓶。是。即使是同一瓶金水，即使是我当事人拿走的，有没有人敢说我当事人是受人指使这么做？你敢不敢？这个只有被告才知道。谢你。在死者的指甲里面，我们发现有被告的皮肤纤维和毛发样本，估计被告跟死者曾经有过身体的接触或者纠缠。而拿来下毒的凶器，也就是装金水的小瓶子，也同样有被告的指纹。
在装金水的小瓶子上面，除了有我当事人的指纹之外，有没有其他人的指纹？有，还有丁善本的指纹。如果单凭小瓶子上面的指纹就推断我当事人有下毒的嫌疑，这么说丁善本同样有下毒的嫌疑，是不是？也可以这么说。谢谢你。这文姬怎么这么说呢？岂不是推在大哥身上？他玩什么花样？接着控方要传召的是原先本案的第二被告，现在已经转为控方证人的丁善本。请你宣誓。我，丁善本，今以真诚发誓，所作证供均为事实，并为事实之全部，绝无虚言。丁先生，请你说出案发的时候你在哪里，你在做什么？在那天下午5点半左右，因为我很担心 Sabrina 的安全，所以我到熊百涛的游艇去。我到达的时候，的确看到 Sabrina 跟熊百涛在一起。当时他们在做什么？我看到熊百涛，他好像发了狂似的掐着 Sabrina 的脖子。死者当时是不是已经喝了毒酒，中了毒？不是。他没中毒，我是趁他们纠缠的时候把金水倒在红酒里面，所以下毒的人是我。反对，法官大人，证人所说的跟他签署豁免起诉书的时候有很大出入。法官大人，求你让我说下去。因为我怕以后我不会再有勇气把真相说出来。法官大人，我要求暂时休庭。反对无效。证人，请继续作供。熊百涛，他一直痴恋 Sabrina， 而 Sabrina 所爱的人其实是我。所以熊百涛怀恨在心，他希望 Sabrina 离开我，跟他远走高飞。在案发当日，熊百涛约了 Sabrina 去他的游艇。我到了现场，趁他们拉拉扯扯的时候，就把金水倒在他的红酒里面。接着我跟他说。我说，我会离开 Sabrina。他没想到我会骗他，于是把整杯红酒喝了。而 Sabrina 根本就来不及阻止他。可是证据显示，当然你根本就不可能拿到金水赶到现场。因为之前我跟 Sabrina 说，如果熊百涛威胁你去见他的话，就带金水去，然后通知我。可是我并没有告诉他带金水去干什么。你说谎！当时你被困水底，被告根本不可能通知到你。没错，我是找不到的，是我自己找到游艇会的。而 Sabrina 根本不知道我会下毒，直到他知道熊百涛中毒的时候，他情绪很激动，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。一直到警方来到现场，他是为了保护我，所以他才认罪的。他说谎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谎，不是这样的。被告，请你控制自己的情绪。Sabrina， 你不要再把罪名扛下来了。你为我付出实在太多了，我不能再这么自私，要你为我顶罪。法官大人，证人所说的供词跟他先前协议那份有严重矛盾，我要求法庭撤销他控方证人的身份。就算撤销，我也要说，根本就是控方对被告有偏见。他要我转做控方证人，目的就是要定 Sabrina 的罪。
我没这么说过，是你们政府律师程天蓝跟我说的。程律师跟我说，因为控方想全力定 Sabrina 的罪，所以就叫我转做控方证人。因为这样，我就可以豁免起诉。虽然他跟我分了手，但是他不想我有事，他也跟我暗示过，想跟我重新开始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说？你撒谎！肃静，请大家肃静。证人，请你停止做供。我一定要说完。证人，请你停止做供。因为立政署要对付 Sabrina， 所以一定要答应我的要求。证人，请你停止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不忍心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所以我不能指证一个无辜的人。对不起，天蓝。你撒谎！我们不可能再复合了。证人，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因为我所爱的人是 Sabrina。反对，反对！我不能让一个一直深爱我的人为我顶罪，我不可以。证人，如果你再不……他是无辜的，他根本就是无辜的，杀人的是我。Sabrina， 以前我不知道我那么爱你，可是经过这件事之后，证人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法官大人，由于这人供词违反当初的协议，我要求暂时休庭。我也认为有休庭的必要。我要好好了解一下，到底律政署发生了什么事，请控辩双方和程天蓝小姐一块到内庭商议。休庭。好。法庭那么为我说谎，你可能会有事啊。如果这件事伤害到别人，不关你的事。虽然天蓝不是有心寻死，但是他来拘留所看我所说的话，的确带着私人感情。我利用他这个漏洞来帮你，的确是打击了他。但是我这么做没错，因为他的确有这么说。如果说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，就是我辜负了他的感情。但是其实我们早已经知道，彼此并不适合对方，而我们两个也早就已经分手了。那你在法庭上所说的？我在法庭上所说的是真的。其实我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喜欢你了，只一直不知道。一直到发生了这件事之后，我才知道。所以我才会不顾一切的去救你，因为我不要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人是你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就事论事。其实判犯人坐牢，除了惩罚之外，还有教育。所以你不要当罪犯十恶不赦，就希望重判。其实应该希望他们坐完牢出狱之后会改过自新。你不要把我说的就像个心理变态的形象。我也希望他们好。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，法庭这么判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的看法合理呀。善本肯主动认罪，我相信他真的是想改变。你有没有恨他？从来没有恨过。真伟大！被人这么陷害，还可以以平常心来对待，你的优点真是越来越多。可惜我从你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优点。星期六，盛世第反湾码头，你将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耐性的男人。不懂。我会在那儿钓鱼。钓鱼？不是高手，于蟹。你之前还说过是打高尔夫球的高手呢。如果你真的不相信，到时候来看看就知道。
不必用激将法约女生，这招对我没用。不要紧，反正我每个星期六上午呢一定会在那儿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就来吧，好吗？总之呢，我会多带一根鱼竿等你。下一顿轮到你，我又没点头。我老板人很好，还没结婚呢。啊，原来他不行啊！哎呀，看不出来啊。开玩笑的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应该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嘛，要增加分数，要提升自己嘛。现在我带你吃一顿丰富的午餐。去哪里啊？有很多人排队等着约我。总之保证你有 surprise。你是兼职送外卖呀，还是当这里是露天餐厅呢？坐下，坐。啊，爱心秘制便当，有钱也买不到的，新鲜可口。尝尝，今天一大早起来做。卖相还不错。尝尝，又好吃又有新意。心意的确是闻到有的，可是好不好吃你就不知道。简直跟我一样，既有外形又有内涵。尝尝看。怎么样？行不行？现在的男人真是有点过分，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？哎，我何止会做饭，洗衣服、扫地，所有的家务啊，我是无一不晓。这么厉害？你有爸爸妈妈疼，不会明白的。明白什么？那就说我吧。我很小呢，爸爸妈妈就已经死了。虽然叔叔婶婶当我亲生儿子这么看待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好像有点寄人篱下一样。我很小呢就懂得照顾自己，我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，所以我经常跟自己说，我长大了一定要很争气。被你说的我挺惭愧的。那你也不用这么想，因为有些人呢天生命好嘛。那像你这样，人长得漂亮，读书成绩好，回到家里又有爸爸妈妈照顾，谈恋爱了又有我这么好的男人疼爱你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好吗？当然好了。你没听过一句口号吗？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，耶！